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密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邀请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先在收看前按下热推这2个字的这个键。如果没有看到热推这2个字的话，请观众朋友可以在留言板区特别留下热推，并且呢告诉我们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昨天我特别整理出了许多观众朋友特别留言说告诉我你在哪里，念几个地方比较特别的，非常多人现在在马来西亚，很多人在香港，还有新加坡也很多，台东、新北、东京、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澳门、汶莱、美国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布里斯本、广东、巴黎、曼谷、阿根廷、哈尔滨、缅甸、首尔、孟加拉、印度、印尼、巴西，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留言，我们的观众真的是来自于全球各地哦。今天持续的可以在留言板上面留言，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一样的，我看到这些讯息都会亲自的来做回复，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要来关心到的是在美伊的这场战事，谈判的倒数现在变成难道是开战的倒数了吗？美军现在出动了3航母，同时压境，要对上伊朗的封喉战，并且伊朗方面现在根据消息指出，可能出动它的超高音速导弹打一个新战法吗？战争会不会在本周随时开打？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看到的是3航母之外，这是来自于美军，还有它的无人艇也首次的进场了。现在说兵力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但是还是卡在这个谈判前夕。美国这样做，难道是要引战吗？有没有可能本周就会真的开战？伊朗方面当然了，完全不退让。现在说可能寄出的是它的高超音速飞弹，还有无人机海反舰飞弹，来加快它的这个步伐，甚至瞄准的是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战争现在变成了低成本的消耗战，要消耗航母，美军能撑得住吗？第3件事情是，现在呢离这个60天战争期限只剩下最后倒数了。川普如果再拿不到国会的授权，他会不会硬打下去？还是被迫收兵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谈判，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第2轮即将要开始了。那在这个敏感时间，没有想到双方各自校正哦，这个军事部署啊更加的扩大了，而且是全面的升温。美军现在中东集结了2003年以来最大的兵力，甚至可能接下来就会马上可以看到3航母一起集结在中东地区了。我们先来看到布希号最新动态，它是在非洲南端，几天后它就会正式的抵达了中东，那么将会是第3艘的航母出现在中东。福特号先前不是出事吗？这个经历了火灾、设备故障，在希腊维修长达14个月的时间，官兵也都被拖到极限了。现在是硬撑在这个红海的这个地方。再来看到的是林肯号也已经卡位在阿曼湾了，直接会来参与对于伊朗的封锁行动。再来看到还包括了美军出动的迪里波里号跟全狮号，都已经完全的部署好了，可能很快的就会跨越太平洋来压进战区。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同步调动的，包括了首度对伊朗部署的无人艇，也进入了无人化的消耗战的最新阶段。外交进度上，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来自于川普最新的说法。他说，副总统范斯现在呢已经率团了，直奔巴基斯坦，几天后就会到达，准备跟伊朗来展开第2轮谈判。不排除川普说他自己也可能，如果谈得好的话啦，会来见伊朗的高层。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呢，他也没有要退，没有想到伊朗的议长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他再度的喊话，对川普喊话说，伊朗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美国跟以色列再继续爆发战争的话，我们会亮出新牌。这听起来是一个威胁的语调哦，所以大家也在
在预估说，伊朗议长说的新牌到底有哪一些呢？军事上的部署，特别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纽约时报》说的，德黑兰呐，他说有核弹级的武器。这当中纽时也特别指包括了有飞弹，还有数千架的无人机都正在伊朗内部快速的回血，清理后它可以恢复到战前大约70%的战力。第二件事情是传出来了，包括伊朗具备有它的超高音速多弹头飞弹，速度高达8马赫，15分钟可以打到以色列。更致命的是，包括了它由它的反舰飞弹、无人艇、快艇的战术，可以做低成本针对荷姆兹海峡的这一场封锁战。再来，中国大陆的角色也在这当中。现在有传出来说，这个伊朗向中国大陆购买的鹰击12外销版本的 CN-302的这一款超音速反舰飞弹，并且和大陆协商采购地对空的飞弹系统、反弹道武器以及它的卫星武器等等。现在看起来，双方都已经把兵力进出了。现在看起来，难道可以说是开战的前兆吗？会不会本周就会直接引爆战争？干哥怎么看？好，3航母压境啊，这个标题非常耸动。为什么呢？的确，事实上也是这样，在案发，就是在进发之中，在安排之中。那你说，其实老实讲，林肯号最早就是已经在阿拉伯海，在红海附近巡弋，然后福特号真的是劳苦功高啊，这么新的船，但是它现在已经部署超过10个月，好不容易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去喘息一下，没有2个月，来回来，再回到红海来。其实他们官兵，我相信那个心理的那个素质一定变得很差，你知道为什么吗？马桶不通，又发生火灾，现在再被拉回来，你知道，其实官兵那个人是不能换的，为什么？因为你部署在海上，除非你回到美国本土去休整，不然的话还是同一批人。其实我是觉得他们的士气恐怕已经很低落了，没办法，上级指示嘛。结果现在还要再派第3艘，第3艘就是尼米兹级的最后一艘，叫布希号，布希号 CV-77，这一艘也来了。现在听说在好望角那边要抵达红海，那个大概只要不到1个礼拜就能到。我现在揣摩的这3艘航空母舰到了波斯湾来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现在先厘清，因为如果这个是重兵啊。你派这样的重兵到了前线去，那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谈不拢的时候就是要打，只要谈不拢就是开战了，就要打了。当然，航空母舰做先锋，这是美国在外交策略上以及它在军事行动上本来的预先部署。但是我没有看到，你说这是20年来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对，没错。为什么？因为它也带着另外2艘。2栖突击舰啊，在附近已经也到了位置上了。可是这2艘2栖突击舰上面的陆战队第31陆战远征队，他们最大的兵力加起来只有5000人。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用航空母舰进行压制的话，我可以理解。但后续是什么样的工作？就是我们常常反复在讲的说，究竟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今天我要把浓缩铀搬走，那你必须入侵本土，你一定要 invasion， 你一定要入侵，那个兵力不是5000人能够做得到的。那3艘航空母舰到了现场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荷姆兹的海峡控制权拿回来，这个不需要3艘航空母舰，这只要神盾驱逐舰一个舰队就做得到了，一个战斗群就做得到了。所以我现在在看川普他的战略部署。究竟是什么？这不到战略，这是战术部署啊！舰长很清楚啊，这是战术部署啊！你派这么多大船来，结果你又不上岸，究竟是在做什么？也许你是要再进行一次有限度的大型打击，这个我能够理解，但是看起来也不像。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伊朗本身内部已经发生了温和派跟强硬派之间的争执。温和派是谁？阿拉奇外长。强硬派是谁？强硬派就是 IRGC 革命卫队的这个那个新的司令叫瓦西迪，他们2个人之间在斗争。那所以现在只剩下1天的时间，范斯已经去到了那个巴基斯坦了。那你伊朗的代表是不是要到？我们就看这个，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所以美国已经重兵部署在当地，如果伊朗没有办法及时反应过来，川普是不是要断然进行更强烈的军事打击呢？但是伊朗现在也已经听说，他们现在回血到什么地步？就说你们以前，这个我们对付你们啊，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可是说句实在话，我们窝藏的东西你们根本计算不出来。老实讲一句，在这种不对称作战里面，伊朗它是赢家，因为它有太多的廉价无人机。现在有一种最新的无人机叫什么？它叫做它叫做天堂的守门者。这架无人机只要3万块美金，伊朗要大量部署，而且听说对付海上的舰队非常有效。除了弹道飞弹、高超音速飞弹之外，其实我觉得伊朗新的这批无人机，那才是真正的杀手锏。我们拭目以待吧。好，所以最后的关键24小时到底是谈还是会打起这一场仗？我们持续的请舰长来带我们看，尤其美军现在已经都完全的重兵部署了。刚刚干哥也提到了，现在这个伊朗它的新的这些无人机一系列都排出来，《纽约时报》还有说了，伊朗手上握有核弹级的武器都还没出。对于美国来说，接下来面对的压力到底又有多大？舰长怎么看？首先，我先讲一下这个美伊战争的大盘就基本盘。大概是双方都不想打，我不信他们任何一个人想打。那两个不想打的原因不太一样。像美国的川普，因为美国就是川普决定嘛。川普为什么不想打？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他自己。好比说，第一个油价，美国的通膨，他的民调一直往下掉，还有一个他要碰到的期中选举。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拖下去，这个美国方面损失毁灭的是川普，这是第一个。那川普做决策，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他自己毁灭，他希望他能够继续的能够有，当这个美国总统做得很好，这是一个。那伊朗呢？伊朗当然也不想打，因为为什么？他的经济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再打下去，你看像现在美国已经知道说，我不要去轰炸你了，我给你记这个2级制裁，谁敢帮助你，我就制裁你，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像那个古巴就被这样制裁得很惨。如果真的全世界去配合他的话，伊朗的经济一崩掉，你知道所有的这种大的帝国，大概它沦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都是经济崩溃，就是说我专制啊什么，只要你还过得下去，你都还会过，就活不下去了，它就会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伊朗不愿意打的原因是他希望这个国家活下去，这个跟美国是不一样，但基本上两个都是一样不想打。那所以，因为这个，再加上这个东西，全世界都在关心。你把油价打上去，全世界经济都崩了，不是只有，好比说，只有伊朗的油价变贵，那全世界都变贵啊。那油价是全世界是一个价，所以会变成怎么样子？全世界都会非常关心，全世界都会施压。你最明显就可以看到北京，北京其实不太管这些别的国家的事情，但这一次他管得很深，王毅到处在奔波，在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它影响太大，所以美国也好，或是伊朗也好，他们都会受到来自很多人的压力，而且他们发自内心也都不想打。因此，我现在先推断，他不可能打成第6次中东战争，但是他一定会达到一种某种程度的妥协，让川普有面子，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打仗其实我们说这个战争的 ABC 就是一个大欺小，强凌弱。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你看到了美国现在派了这么多的这个部队去3艘航母战斗群，是有史以来大家很少看到，还加上2个迪利波里什么的全4号的那个大军集结啊，但是在那里我可以告诉各位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你知道吧？你就想一个情形，今天我们在陆战，我们这里我底下有一大堆我们的友军，我们要攻那个山头，那个山头在那很高，那是敌人的制高点，我一定要抢下来。那敌人我要打得下来，打不下来，一定打得下来，因为我的军队太大了。但是对不起，冲上去只有这么小的一个山头，谁先冲上去？你先冲上去，还是我们华干哥先冲的？还是我们上次就说谁冲上去谁先死啊？而且这一路过去，最后总有一个人会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中间会死得很惨。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美国经不起死这么多人，因为伊朗没有别的本事，你地方就这么小，你怎么打我？你再多的军队，你同时进来的也就只有那么一点。那你进来一波，我把你打死；你进来一波，我把你打死。除非美国决心要跟伊朗共存亡，
否则他一定不愿意打，因为要死太多人。这是最后的这个。那最后我要说这个，现在呢，伊朗的状况是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他已经被打成那个样子，再用轰炸的还是那个样子，因为他就是一个最糟糕的状况。地面部队的那2个叫做远征队不太可能，他死伤会非常惨重，所以最后会有一些小的冲突，最可能就是无疾而终，然后美国就退回去了。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如果不想打，是不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理由可以让他不打？因为其实刚好呢，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决议是说，你如果没有经过国会授权，你去做军事行动的话呢，你就只能执行最多60天。那这场战争，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回顾，其实刚开始打这场战争是2月28号，所以如果算60天的话，是刚好到4月29号，也就是说只剩下8天了，川普就要停止这一场军事行动。那上这个又怎么看？接下来的川普下一步？这个对于美国政府不止政府不是只有川普啦，人家美国还有国会、有参众议院，那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战争权利决议在这个70年代修改法令之后，它主要的用意就是思考你要制衡一个特别是总统的这个权利。因为往往当然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在很多发动战争是总统决定没有错。可是呢，这周围在整个全世界一样，他美国的民主政治、行政权跟立法权还是在拉锯，所以他们认为，如果美国要跟任何国家打仗，他最后是要由国会来宣战。所以国会有这个部分权利，也就是说，在行政机构，包括美国总统。那么他自己就开始可能有因为特别的原因，临时就打仗了。所以这个打仗当中，一定要由国会来同意跟宣布，我美国政府打你。除此之外呢，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自信满满的，他不认为所有的部分的战就可以无止境的打下去，他认为战略的目标跟战术的部分的决定都要有期限，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所谓的60天的期限。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军力是一般的小邦民国家，60天之内怎么可能不打下来呢？后面有一个具体的部分结果，所以这是这个决议当中最关键的环节。然而到目前为止，不要觉得这个都还没有动，其实这个部分在参议院，要知道现在都共和党把持了主要的，包括众议院跟参议院。这参议院当中已经提出4次了，有民主党为主的发动了4次。最近的一次发动是4月16号，上个星期我们录影的时间，他那是214票对213票，1票之差。这1票之差的部分基本上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他赢了，就是说还是支持美国总统的部分还可以持续，但他还1票之差就禁止川普继续打仗。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已经表决4次了，随时有理由就可以去发动。那即使没有成功的话，还刚刚讲60天之内他就得停了。好，大家现在看说，那是不是真的就像讲4月29号？其实不一定啦，应该会到5月底，因为这个权利决议当中也预估了，也提到了还有30天可以撤兵，所以真正的那个决胜负还可以有川普的理由可以拖到5月底。当然这里头是这样子，大家现在在预估的，除了刚刚讲美伊战争谈判能不能谈不下去，打要不要继续打？可是这个打当中，就美国国内的法令来说，刚刚前面我描述的不是无止境的，即使川普还是硬要打。好，重点来，那美国国会怎么办？美国国会拿他没辙吗？不是60天你就得停吗？就接下来的下一场就是说，如果川普还是不管3七21，他还要继续那么多的部队、航空母舰、几万名的兵力在波湾这个地方继续集结的话，美国国会还是有招哦。是什么呢？接下来如果你不继续遵守，美国国会就可以针对卡你的战争预算。也就是说，我可以完全把你的预算推翻，你没钱了，我就不拨款给你。这个部分是美国政府得要遵守的。如果这样你没钱了，还能继续打吗？所以，其实在美国国会的这场战争，法令上是4月底或5月底，然而延伸下去，预算战这件事情，现在在美国境内认为这可能是接下来马上就要面对的事情了。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只是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军现在开火来扣船，结果酿成了一个大乱。这个乱子，等一下我们特别一起来看。那伊朗呢，现在则是反收手，要来收
任何的通行费用。川普呢也试图要分裂在伊朗内部的2个政权，包括了神权跟他的世俗派结果破功了。今天我们也会特别来关注，在此刻中东也求中国大陆能够来出手救整场战争。好，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美军对伊朗的货船开火，并且呢舰炮先瘫痪，在空降登船，而这已经不是执法了，被视为是一个准军事行动吗？第二件事情，川普在极限施压之下，伊朗没有崩溃，反倒是启动了制度化的反制，收紧内部的这个控制，也强化革命卫队的权力。更危险的伊朗战时体系在这个时候全面成型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当能源价格跟这个能源市场油价全部暴涨的时候，盟友转向大陆求稳，那中东秩序正在重写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川普自己所做的一个证实哦。他说，美军对伊朗的货船，这个货船是图斯卡号开火，并且呢强行的登检，并且扣船。画面也特别显示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画面显示了美军的直升机在低空盘旋，并且可以看到旋翼声压底。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从绳索上，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快速的垂降，目标就是伊朗的图斯卡号。更震撼的事情在此了，美军是在这个登船之前就已经先直接的开火，而且是怎么样开火呢？消息指出，美军的驱逐舰是连续一共3次的时间，以它的这个 MK45的舰炮精准射击，直接是击穿了货船的引擎室。那么当然了，货船是直接失去动力，被迫停船，被视为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登检行动啊，这根本就是一个准军事行动吧？因为从头到尾可以看到，他先是6小时的警告，结果没有效之后，美军就直接开炮，之后就空降。直接登船了。那事件爆发之后，当然了，荷姆兹海峡局势又变得更加紧张了。结果呢，造成美军是宣布已经迫使27艘的船只直接掉头。英国消息也指出，26艘涉及到伊朗的航运，这个时候突然间全部突破封锁，荷姆兹海峡的秩序越来越失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了。这个我们看到刚刚美军的这些动作，先用这个舰炮瘫痪这个船只，然后直升机它就空降，在此刻登船，这一系列的操作，如果说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伊朗也在复制的话，那接下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变成伊朗它也去反扣押西方的船，做一样的军事行动？那舰长怎么看？你们刚刚所听到的那些行动其实在实际海上做都有非常高的风险性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问你一下，我是海军。今天有一艘船在这里，第一，我要把它击沉，这是一种；第二，我要把它临检，然后扣押下来。我刚刚说这两个，一个是消灭它，一个是逮捕它，哪一个容易？消灭容易啊！你逮捕它，你要跟着它去追呢。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什么临检那么容易？你看他追了6小时，我就是不理你，怎么样？而那个船非常大，那个油轮是10几万吨、20万吨的，你知道？你到最后只好，就有那种火炮攻击他一次。其实那一种警告，就算你没有把我打不动，我也会停下来，因为开玩笑，再跑你会继续打我。但是他这个东西是它有它的困难度的。然后第二个，你知道有多少风险？我举个例子给你听那个直升机在那降落的时候，那是如果这个船上拿出了一个刺针飞弹呢，当场就把它打掉了，对不对？因为你往哪跑，就这么明显，就在你前面。第二个，就算我不拿刺针飞弹，你一个直升机下来能够降落多少个陆战队的这特战人员？你下来之后，如果我船上也有20个特战的呢？谁说我船上一定就没有？你下来我把你抓起来，把你当人质。你看美国不是有一个人质丢在那个伊朗，动员了多少人去？如果你这个整个陆战队被我抓到当人质呢，我就继续走啊。而且第三，我再跟你讲，你把它扣押好了，一艘船你给它扣押到哪里去？在那里那个叫做哈曼湾那里，你现在只有1个，如果是20个、30个、40个呢？多少个船是堵在那里的？你知道，你实际去执行就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而且很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美国敢做？因为它是美国，就这么简单。伊朗敢做吗？你试试看，伊朗敢做。
直升机在那里悬在那，可能就被打掉了，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把你打掉。就是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像美国是强国，他真的可以说我可以做一些很冒险的事，谁敢指责我？我现在先说第一个，美国已经触犯国际法，我就犯国际法，你怎么样？我川普从来不遵守这些法律的，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充满了风险性的，可是我就是不怕，因为没有人敢来挑衅我，这就是他的自信。那反过来，伊朗，你说伊朗会比照这个？我认为绝不会，因为伊朗有各种其他的方法，他不必去冒险。我举个例子，封锁，伊朗说我封锁这个海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只嘴巴讲说我封锁，你试试看谁敢过去？为什么？因为我有太多手段去封锁了。好比说陆军的，我有多管火箭可以打过去，你必死啊！那海军的，我有弓箭的飞弹打那个船的飞弹，有超音速的。那个还有一个空军的那个叫做什么无人机，还有你知道伊朗有很多的潜舰呐，它可以从水下打那个重型鱼雷打你。还有伊朗有3000枚到5000枚的水雷，我布了。就是伊朗说我今天要封锁，没人敢怀疑他，为什么？他有太多手段了，所以他的能力证明他可以封锁。其实我什么事都没做，我也不封锁，但是我说不准人通过，你试试看就不准人通过。这就是这个的控制权在伊朗的手上。可是我告诉你，美国行不行？美国不行，美国要躲得很远，因为他还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去追一艘船就把它折腾成这个样子。10艘，你看看他有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了，扣押到哪里去？货物怎么办？你就抢走啊？不可能的，这个国际有国际法，所以美国现在就是在说拉高态势，我就是逼着伊朗要接受这个我们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好，谈判前夕，我们看到美国的手段很多，包括这种刚刚舰长特别帮我们看到这个高风险的这种军事行动。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军事上面的行动之外，在内部，美国也试图借由不同的手段来控制分化伊朗内部的政权。那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政论家，他是 Steve Turley 做的一个分析。他说，川普也试图让伊朗的内部2大势力给分割掉，包括了第一个是革命卫队，比较激进派的；第二个是比较支持核的总统团队的这一派。那也让这个内部现在很尴尬的原因是说，如果去跟川普谈的话，那么革命卫队呢就会失去抵抗的合法性。但是不谈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内部确实经济也在崩坏，汇率失控等等，那让总统跟世俗派也很难稳定住当地的政权。那另外一方面，德黑兰他现在其实呢看到目前的眼前的这些状况，他也想办法要去解决，从制度化开始解决。于是革命卫队现在最新的政策就是他划设了一个叫做拉克走廊，那么宣誓未经许可是不可以通过的。国会最新也通过了一个最新的法案，是说呢要推动了一个最新的法案，说敌对国的船只需要强制的支付通行费，然后他会把30%的费用投入在军事，70%稳定内政。上志哥怎么看？现在我们看，其实对于整个美伊战争的部分，看到川普的状况，他当然是在一边谈判，那么一边的部分又在整军经武，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川普现在始终都有2手策略，好像很有余裕，每一样只要能够往前推进的话，它都可以带来这个很大的影响。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的现实的状况，其实是川普现在状况最合适他的成语叫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而他其实最大的关键，回过头来是他的判断吗？没有，他主要是在最原始之初是听了以色列纳坦雅胡的判断，当时以为整个炸一炸，然后把哈梅尼跟几十个人领导班子全部弄掉，以在伊朗当中的这种通膨跟被制裁了几10年这样子的问题，马上伊朗就会推翻了。那整个推翻之后，他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伊朗问题。当时的思考就是这么无知或这么单纯，而不要忘了，是以色列描述给川普的哦。以色列每一任的美国政府都这么说，可能没有人家的总统，没有美国的其他总统就轻易的信了，因为会听自己的情报系统。美国自己的情报系统，从先前那个肯特跳出来，你就知道美国本人情报系统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他们在那边那么多人，有军事的情报体系，有 CIA， 他们认为其实伊朗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不应该轻易动武。所以呢，辗转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就是缺的就是一锅粥在那里，没有错，还在谈判，有2手策略，蛮厉害的，很会谈判。但事实上，现在往什么时候结束，到底会是
地面部队呢，还是真正能够谈入结果，没有人知道。然后全世界随时上上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在这次当中最大的影响是，终于在中东这几十年，20世纪到现在，这是第一次美国彻底，包括在波湾国家跟全世界信用破产。美伊在对抗，要不挺美国嘛，要不挺伊朗。全世界没有什么太多人挺伊朗，连中国、俄罗斯也没有明着挺伊朗，所以。但你说其他国家挺美国吗？没什么人挺啊。我想我们特别是看到了，只要表明没有挺伊朗，我们比如说加拿大卡尼，加拿大现在最近在联邦选举的部分其实就可以看到自由党过去非常非常小，在现在还在继续选举补选的过程当中，已经变成最大党了。原先执政好几十年的保守党看起来就完蛋了。就是说，整个能够过国会半数，所以你看，最近意大利不是也是很凶吗？对川普骂得很凶，因为意大利也马上要选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只要现在涉及全世界2026年地方选举的，包括韩国，当然又包括我们台湾、印度、菲律宾这些有比较规模的选举当中，对于美国的态度都比较谨慎，因为民意的部分都没有那么挺美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怕伊朗还是要挺美国，其实都不一定。但是慢慢看到，随着国际态度的松动，像西班牙这个很强烈的，其实就是在批评以色列。至少我没有骂你美国，但是我骂你以色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行动啦，包括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这个58吨人道的这个救援的物资，也直接就送到伊朗了。而你也看到，伊朗除了荷鲁兹海峡的争议之后，现在他在陆路，无论是中伊铁路跟中国之间，乃至从巴基斯坦这里延伸到土耳其的内部。你可以看到，伊朗除了在准备军武之外，他还是想尽办法不要断供而且这些内陆的部分，长久以来本来就一直是伊朗面对国际制裁当中民生或持续有国家实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这些他们都没有停止。好，确实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欧洲内部的盟友，或者美国自己欧洲的盟友，或者是中东的盟友，现在态度都开始针对美国越来越保守，甚至可以说是松动。尤其呢，最近呢，他们反映最大的事情。还包括了，因为油价实在是涨太多了，能源价格也是狂飙，也影响到了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包括了油价，现在单日暴涨6%，欧洲天然气的价格狂涨，高达11%，全球损失5亿桶石油，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所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是直接找上习近平，希望中国能出面推动停火，是不是川普？真的自己亲手把主导权让给中国，干哥怎么看？好，现在我觉得你去想想看，全球已经损失超过5亿桶的石油供应，5亿桶价值多少？500亿美元呢？光打这50天的仗已经损失这么多，再打下去，你想想看，要损失多少？听说这个5亿桶原油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伦敦希斯洛飞到纽约再从纽约飞回去，飞一整个月的油钱就这个价钱。那你想想看，那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所有产油国都受到影响，卡达啦、科威特啦、巴林啦，这些都受到影响，都减产。本来一个月生产1600万桶，现在只剩下400万桶，剩下1/4而已，那是不是很可怕？所以现在出现了反水的状况。什么叫反水状况？那两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美国的始终，卡达更不用讲，这两个国家不约而同，我觉得他没有约好。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什么？你知道？他说这个我们很担心了，在接下来我们没有办法用美元计价了，因为美元的供应可能不足了，所以说除非美国你能够保证美元能够充足的在市场上供应，不然的话以后我们要改用人民币来计价，你有什么意见？这个话一讲出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不是在军事上是在金融上就说美元不够啦，你能够确实供应吗？你仗打成这样，你能够确实供应我们的美元计价在油价上面？不行的话，我就用人民币计价了。这个就是找你那个你心里最痛恨的那个点就把你踩下去。你知道，川普最恨的就是这一点。你既然说要用人民币计价，你简直是踩到我的红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什么时候有这个胆子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再来换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叫卡达，卡达就更奇怪了。卡达说，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检讨，美国再用我们的基地
乌代德，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就在卡达，乌代德不给我用，那怎么行呢？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卡达都说我们要检讨，以后美军如果要进行攻击伊朗的行动的话，不可以从我们卡达的领空经过。哎，你反了！你们这些国家都反了，你们竟然敢讲这种话，挑战我美国的权威。一个是要用人民币计价在这个购买原油上面，另外一个是不让我的空军在卡达的基地降落。那老美现在是碰到了什么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当然，这些国家可能在反映出他们对美国继续入侵伊朗的不赞成。为什么？他们会受害，伊朗的无人机会打他们嘛？他们已经被打得很惨，帆船饭店都被打中了，大家没看到吗？不想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反水造成美国将来对于中东的盟邦，它能够提供什么保证？我看也是很难的。所以基地没有了，然后要用人民币计价，我看川普半夜他都会气得跳脚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赶快来看到石油美元的崩溃第一枪哦，因为呢，现在阿联酋说要转报人民币来做石油的交易了。其他波湾国家现在态度上面也转向了，包括今天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几个国家。卡达、巴林、阿联酋都拒借基地给美国，那美军高层现在则是忙着权力上面的内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第二轮其实呢，美伊的和谈已经快要到了，但是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很关键的点上，除了我们谈很久的荷姆兹海峡，就是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伊朗的最新说法到现在他已经说了，他坚持就是不会让步，不会就核能的议题有任何的让步，代表什么呢？他说美国等于是打了50天的这一场战争，施压跟各种的军事行动，看起来打了半天几乎是白打了。而且呢，当初川普不是设定了说他在中东要达到的4大目标吗？这4大目标包括呢，他说他要限缩核武，而且他要压制飞弹，削弱代理人跟有关于区域的影响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他不会再谈这么多的一个目标了。他把他的目标限缩成2项，就是我们刚刚谈的，只谈浓缩铀跟核姆兹的问题。尤其现在中东波湾国家非常的不满川普，他认为说到现在打到现在，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事情是来自于伊朗的，包括飞弹跟无人机的轰炸，还有核姆兹的这个封锁，到底对波湾国家有什么好处吗？目前为止完全是看不到这场战争对于波湾的好处。所以呢，波湾国家现在全面的炸锅，他们也提出来一些新的做法。首先，卡达说呢，我不会再允许了，美国你不能利用我们的领空来攻击伊朗。阿联酋也开始讨论要评估美军基地的使用是否让美国来用呢？巴林说了，美军驻扎反而让我们成为攻击目标，这怎么回事啊？沙烏地阿拉伯则是转向了，现在向乌克兰采购新型无人机，来自己做到自己的防御，因为觉得美军不可靠了吗？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这个舰长了。过去中东国家靠美国来保护，现在他们还敢把命运交在华府吗？那会不会接下来美军的基地的使用上面，会因为这些波湾国家态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呢？舰长怎么看？首先你要知道，川普啊，其实他也无心去捅这么一个大马蜂窝，把全世界给拖下去。他有那种黑社会老大的心态哦，他真的有那种黑社会老大的心态，就是我是老大，我现在就是全世界拳头最大的嘛，你们所有人都听我的，听我的，我吃肉你喝汤，你不听我的，你试试看，等着棍棒来找你。他就是一个这样心态，那谁敢忤逆他，就是恶言相向。那他认为伊朗可以很容易解决，就没有想到一弄了之后，哇，搞成这个样子。因为以前黑社会老大就坐这里，从2战到今天，你知道全世界能够大致保持稳定，全是美国的功劳，美国尽了最大的义工。所以过去他们的确有这个实力，可是他不知道现在没了，就一下捅这个东西，哇，他突然觉得我不是往日的那个的时候，他才发觉他收拾不了。美国现在陷入一个叫做战略困境，我也试着为川普想，
我是川普，我现在该怎么办？撤退，那被人家笑死了。地面部队进攻，还死多少人？继续轰炸，伊朗已经就炸成那个样，它还是那样，再炸下去还是那个样。你花了很多的这些飞弹炮弹，那怎么办呢？封锁，它怎么封锁？打通封锁，他没有能力打通封锁。你看他所有喊到今天，就是喊了半天，通通没有。最后他只有寄望，就是和谈，希望能够在和谈桌上他得到一个面子，代表说我还是胜了。然后，但是我现在撤退，我喜爱和平。最后可能他最后就这样。但是你可以看看他说，一开始他说的说，他有4个目标嘛，现在只剩下2个嘛。第一个我们先说去核。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开始攻伊朗的，在这之前2月份在哈曼的这个调解之下，美国、伊朗进行了叫做4波的谈判。第4次是2月26号，2月26号完毕之后，2月27号的时候，那哈曼的外长说我们获得了重大的突破。那天我还在上节目，我说不会打，因为他不会打这个马蜂窝。我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打。因为但是在谈判，你知道我们正在谈判，而且已经获得重大突破，怎么还会再打呢？结果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打的话，是不是退回到2月27号，是不是可能就解决了？他们当时谈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他现在是开启荷姆斯海峡，现在被封锁了嘛？2月28号之前没有打仗的时候，这个海峡谁封锁它了？没有任何人封锁啊！你现在一切回到了2月28号之前，然后你把整个中东都给打乱了。所以你现在知道，大家都开始怀疑你美国到底，你已经不是世界老大了。你川普也是，好像每天在唱那种单口相声，我们还能再继续听下去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也不要太悲观。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全世界啊，只有利益，没有道义。你也不要怪美国，他现在是没办法了而已。将来有一天美国又有办法的时候，你试看人家还是会听他的。叫做这个世界叫做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只要美国给他们利益，你试试看他们会不会跟美国在一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湾态度已经转向了在安全上面对于美国的不信任，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在安全上，除了看到对美的不信任之外，在经济上面，他们是不是也对于石油美元的霸权感到不信任呢？所以最新我们看到阿联酋传出的，他接下来做任何的石油交易要去美元化，改用人民币结算，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上这个怎么看？我想波湾国家，我们都知道规模最大的就是沙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就我们常说去杜拜的这个阿联酋，还有卡达、巴林跟科威特。其实这些国家都长期以来在23年之后跟美国绑定非常深。我们先讲小猫咪好了，我们讲过卡达事实上它有美国在波湾最大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在巴林都知道第5舰队的总部是在那里哟。然后科威特是什么呢？就是说地面部队常驻的驻军最多其实是在科威特，你看更不要说在阿联酋跟沙特。但是最近大家特别关注什么？关注首先是沙特，因为现在沙特找巴基斯坦来做他的带刀护卫。出钱给他当保镖，而且当中帮他付了30多亿美元还给阿联酋。之后现在传说很可能会买中国大陆的从歼35到所有红旗19的最新的这些防空跟体系。但是他不是沙特出手哦，他是让巴基斯坦有钱去买，因为巴基斯坦没有这个钱，高达120亿美金。所以呢，这个动作你可以看到哦。沙特因为是最有钱、最大老大，所以就觉得他不能，他跟美国关系太好了，所以触及到军事，他要透过小弟去帮忙，但他花钱请小弟来当保镖。好，阿联酋这个动作也受到很大的瞩目。要知道，阿联酋作为在波湾地区最有创意，包括在杜拜帆船放电，然后每天现在 AI 的都 token 加密货币的会议一大堆，连我们的艾丽莎莎网红在那边都买了7栋房子，所以这个东西的红的影响力，都知道他是在打造一个波湾地区的最顶级的，他们叫 Mega Project 大型的程序，这个大的这个经贸建设的跟金融中心，而且颇有成果了。结果这次波湾战争出来了，哇！阿联酋过去就是亲美啊，而且所有 AI 都走，然后跟中国大陆比较微妙的，因为沙特跟中国关系比较紧密，它作为第2大如果在波湾地区，所以它那个东西要怎么碰触？但没有想到4月12号到15号这3天，14号这3天，他是对他的这个王储，他的阿布扎比都知道这个又帅又凶的这个王储亲自去北京。
而且在这么3天之内，短短之内就签下了，虽然是投资备忘录没有错，可是呢，它很惊人，多达1000亿，而且瞄准说，为了到2030年中国的“15+5”的计划当中，2030年之前要达到每年3000亿美金。什么概念？当然这里头没有军事，它其实就是科技、农业，然后特别是新能源，非常非常多哦。这次签的东西，我们来对比美国吧。阿联酋跟美国的部分是这样子，每年的经贸大概只有500亿美金，听起来不多，对吧？可是阿联酋的投资基金，用基金在美国到处华尔街市场各方面什么都在投，或者在硅谷的、矽谷的、新创科技投，是每年超过1000亿美金，是非常非常大的规模。好，1000亿美金。现在你看，跟中国要发展这些新能源，这些也高达1000亿美金，而且这次也包括跟中国大陆要合组。两方政府的共同投资基金，由两方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共同来管理，这都是过去没有的。短短这3天之内，就这么谈论到这个结果吗？当然表示先前有很多的沟通。可是作为过去来讲，阿联酋它就是跟全世界都是顺超，因为都赚他的钱就好了嘛。所以呢，其实他为什么过去跟中国没有要那么好？因为他这么有钱，到美国人家也都把你奉为上宾，到欧洲奉你为上宾，他其实不是非得要，然后他也跑来跟日本可以合作啊，他不是那么需要中国嘛？可是在这次看到波湾战争，中国体现的是什么？他的那个稳，地缘政治，他们发现，天哪！我作为要做一个金融城市的国家方向的大建设。过去以为美国就够了，后来发现瞬间就倒塌了。虽然他还是蛮厉害的，你看这一次波湾战争有2万多人滞延在那边的旅客，你知道阿联酋全部出钱。饭店什么东西，你待多久我就帮你出多久。他们很怕影响到他现在的旅游的定位，所以这个国家发现说，这个稳这个东西好像靠美国不行了。放眼全世界，能够有稳的关系的，真的只有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竟然在这么样的时间之内，这么短的冲去北京，而且就签下这么大的长久到2030年前的那么大的订单。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他这个王储的头脑真的很厉害，见风就转舵。虽然他现在还不能碰武器，但我们认为有可能跟沙特一样是下一波。好，所以阿联酋分散风险，找了中国来做帮忙。那同时也看出这个美元的霸权，包括石油霸权跟美国在经济上的安全保障也都在崩落当中。但是此刻呢，美国自己内部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去好好的处理眼前的这个问题，反而呢，军方正在上演的是高层内斗。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跟这个陆军部长呢，他是德里斯科，其实2个人长期就不和，而且呢，甚至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对方休假的时候，透过电话直接就撤换掉了陆军的4星上将乔治。那传出呢，赫格塞斯还曾经当面的咆哮说：“军方决策我说了算。”美国内部这种高层的内斗问题，干哥又怎么看？我跟你讲，宫斗剧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白宫上演。我看这一出戏你一定要跟上来，你没有跟上的话，那就错过，因为太精彩了。为什么？这主角叫赫格塞斯啊，赫格塞斯在上个礼拜1个钟头的吵架，外面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能吵那么久？因为跟他吵架的对象叫做什么？叫做陆军部长4星上将 Driscoll 德里斯科。为什么他可以吵那么久？他的后面是谁？他的后面是副总统范斯。为什么？德里斯科跟范斯2个都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他们2个是好同学、好麻吉的。我的后台是副总统，然后你的后台是总统，没有关系，我们2个吵下去。为什么事情吵架？为了陆军的改革吵架。其实这个只是表面上的，私底下是什么？私底下就是2个礼拜以前我们曾经讲过的，有一个叫做 Randy George， 一样也是陆军的4星上将。他叫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上将，他突然有一天就被赫格塞斯给撤换了。为什么被撤换？因为他不愿意照赫格塞斯的想法，把即将晋升为少将的2个黑人将领把他刷掉。他说不能刷掉，这是我们美军的传统，只要是黑人的这个将领。或者是女性将领，他们的表现能够在白人男性之上的话，我们依照年度，我们还是要让他晋升为准将。赫格塞斯大发雷霆，他说：“我叫你换名单，你不肯换。
他就把 Randy George 给换掉了，你知道吗？你要想想看，我们刚才讲的这3个人里面，陆军部长的左右手就是德里斯科的左右手，就是 Randy George。他们2个人的情谊，那是30年培养出来的。他说，我的左右手就是 Randy George。Randy George 曾经经历过阿富汗战争、波湾战争等等4次战争，拿了紫心勋章的人，不是可以换掉就换掉的。结果你赫克塞斯一句话就把他换掉了。那个时候他是趁德里斯科在休假的时候，偷偷把 Randy George 换掉的，你知道？结果他休假回来，他虽然知道，但是他人在北卡休假，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出手干预啊，对不对？他也不能马上跟范斯报告，范斯也知情了。结果他要救他的同袍来不及，德里斯科做了一件事情，从北卡的度假胜地开车直接到 George 家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说：“老战友，你辛苦了，你被换掉了，但没关系，我跟这个赫克塞斯的斗争一定会继续下去。”好了，就刚刚接到我刚刚他跟赫克塞斯上礼拜在五角大厦办公室吵1个钟头，吵到全世界人都听得到。然后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你有副总统当靠山，我的靠山是总统，那这2个人怎么办呢？军方就讲了一句话：这个时候你敢再撤换德里斯科吗？因为如果你已经撤换了兰迪乔治了，在打仗的中间，我们现在还在跟伊朗打仗，撤换4星上将是对的吗？重新回到那个报纸的标题上面去了。什么叫做中尉排长竟然换掉4星上将，就是在嘲讽赫克塞斯。所以美国军方内部的这样的斗争，你可以看到一人为大，他一人的意志，他竟然可以凌驾整个军系的系统。我们今天要讲，这不顾军方的专业，跟不顾军方的光荣的传统啊，破坏制度的最胜者就是赫克塞斯。如果真的是像这样的人来领导五角大厦的话，就算战争打赢，美国军人的脸也被他丢光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川普又出事了。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的是5大的案件，这个当中呢都涉及到内线交易，所以要来查了吗？因为有神秘客狂捞了在这场战争当中245亿。但是我们看到基层的一般的老百姓，美国老百姓则是因为油价不断的高涨而过得苦哈哈。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战争打打停停，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油价、股价瞬间暴涨跟暴跌，川普好像都可以去操控股价，并且呢，市场也有非常多的精准押注。这是来自于 BBC 针对这场战争特别做的重大交易的一些记录哦。他发现说，不管是在川普他发布这些重大消息的前几分钟，或者是前几个小时之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明显的交易量异常飙升的情况。几个案子，我们特别来带观众朋友来看。首先，第一个，在3月9号这一天，美伊战争已经基本上快要接近结束了。在川普接受 CBS 专访，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呢，这个消息曝光前半小时，油市突然间出现大量的做空，结果油价果然是狂暴跌了25%。在3月23号这一天，川普在社群发文，他说跟伊朗谈得非常的好，而且可能会终结这样子的敌对。在他发这一篇文的前15分钟，油市突然间大量做空，然后一样是突然间暴跌了11%，果然就可以看得到他的预言又成功了。再来看到的是，川普在4月9号宣布对多个国家暂停关税90天，但是同样在宣布20分钟前，可以看到股市突然间有一个大笔的上涨交易，然后在川普宣布之后，美股果然开始狂飙了。再来1月3号的时候，委内瑞拉总统被抓的之前呢，这一位
有人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下注了3.2万美元，赌说马杜洛会下台，结果确实他下台了，这位客户也赚了43万美元。再来，最后是在2月28号，川普在轰打这个伊朗之前，做这个2月28号的攻击之前，已经有账户认为说这个川普会打伊朗，最后确实有打，他大赚了120万美元。这一些的数据跟案例是否都涉及到内线交易，还是说这些人真的有这么神吗？上次哥怎么看？川普家族有没有内线交易？江湖上传的满的，主要是现在你任何的投资，无论买股票、买加密货币，其实都有记录哦。而且这个时间点实在太诡异了，而是从2月在正式开打美伊战争之前就开始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有破口哦，也可能跟赫俄赛斯有关。不过我们首先先来看是哪些钱现在是被注意的哈。第一个部分就是战争情资套利，比如说我要打或不打，抓马杜罗打不打。第二个部分就是不当的利益输送，比如说包括川普的女婿克许纳就认为他在波湾地区到处收阿联酋他们的顾问费，每年是上千万美金哎。当顾问可以收那么多钱哦，还有以色列。这第三个当然就是贪腐啦，对吧？乌克兰战争我们都已经知道，好多贪腐被换掉，或还有国防合约啊、军火商前额，但是3大类是这个被注意的。可是呢，现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主要这不是江湖传闻，是美国方面参众议院都有议员专盯这一点。我们看听一下最新消息，4月上个礼拜的时候，众议院已经丢出了正式的传票，要求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提出他们过去跟白宫以及跟所有的这些军火啊部分的全部的通信记录。这家公司是谁呢？这家公司就先前闹出风波的赫格塞斯国防部长，对，赫格塞斯家族投资办公室公司。现在就是传出，为什么这个家族办公室就是类似像郭台铭有家族办公室投资，就是说这个家族起来这里做投资，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可是被发现，被谁发现呢？被美国参议院现在正在抓了这个伊丽莎白华伦，她是一个非常鹰派的，对于企业的这个道德监管更强烈的一个女议员哈。另外还有就是 Jerry Luskin， 这2个议员，他一个是针对于赫俄塞斯家族这里，怎么说呢？他就发现说2月的时候，赫俄塞斯家族买了好多国防军公约，2月底，然后他们就在看，然后而且就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就在追克许纳收了阿联酋的很多的顾问费跟以色列的顾问费，而他竟然跳进川普决定要不要打美伊战争的这个关键人士之一。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虽然在我们台湾没有太多讨论，但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进度了，包括美国司法部也终于在4月刚刚成立一个调查专案小组。那现在会伸进去的部分呢，除了国会议员之外，就刚刚讲司法部会有，另外呢美国证交会也会开始调查，但看起来他们没有很积极啦，这个没有很积极，确实还是怪怪的。但是现在呢，不要看喽，大家这个键盘侠币圈里头都在盯谁呢？听川普的小儿子，据说他这个币圈里头在走加密货币。另外，当然克许纳以及所有涉及到知道接下来要打仗不打仗的核心的这些人，他们家族的投资，现在全美国的特别是财经媒体应该都在紧盯了。好，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川友友们不管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都可以说是赚的饱啊！但是我们来看到基层老百姓，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后，油价因为狂飙哦，所以呢，这些油价的这些涨起来的价格都是由民众自己来做买单。结果呢，美国的能源部长没有安慰基层的民众，他还直接说了，这个油价呢到战争结束还会持续的飙，一直要到2027年才有可能会回落。结果导致在加州就立刻出现了所谓的汽油怪盗，他们直接钻到车上的这个油箱去把这个油箱里面的油给偷走了。川普立刻反击说：“谁说的？能源部长是错的，这油价确实是会回稳的。”但是美国民众会相信吗？那我们也来看到最新的民调，现在呢 ，NBC 的最新民调，不满川普的满意度已经飙升到63%，而且有一半是强烈不满川普的，支持力创第2任期的新低。2/3美国人认为说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油价上涨也让矽谷的家庭损失11亿美元，造成2600个工作机会因此消失。美国的苦日子来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你现在你知道吗？你会觉得美国这个很强大的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加州长滩啊，那是高级区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去开车的时候，发现他上车没有发现怪事，等到他开上路以后，他觉得那个油急速往下掉，结果
他就下来看一看，奇怪，我的车被人家挖了一个洞，在油箱上面挖了一个洞，已经快要没有油了。他爬到加油站去加，结果加油站说：“我跟你讲，这已经是不是第一次了？”结果他赶快只好拿去修嘛，对不对？去修理的时候，那个工厂说：“啊，你是今天来的第3辆。”现在美国人是已经怎样？已经沦落到要偷人家的油来过日子。他说长滩哦很简单，它是这个大概是全美现在最贵的，1加仑6美元了。哎，美国的油要1加仑6美元，那是创纪录了。普通的小车加满的是多少？就是1加仑是6美元嘛，加满是72美元，就是大概12加仑。总共是72美元，72美元相当于台币它大概2300块啦。啊，可是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的在国内的话，我们是 BMW， 如果说是3500cc 的车，也不用加到2000块。美国现在已经是小车就要2300块，这样子你就比较有概念。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跟能源部长2个人讲法不一样。川普说，只要战争打完了，油价就掉下来了。能源部长应该是最专业的吧？他说不会，今年之内都降不下来。也就是说，就算我停打了，不打了，油价也不会马上掉下来。现在又有一个人来插花，叫做财政部长贝森特。贝森特也说，可能一时降不下来。到底你要听谁的？我跟你讲，小民很可怜，因为小民光看到那个石油的价钱，头皮就发麻了。因为在台湾的我们都发麻，更何况是在美国自己当地本身的老百姓，因为油价的关系，他的生活会陷入苦境，连他们的长官的讲法都莫衷一是。所以战争对于老百姓，不要说伊朗的老百姓，对于和平世界的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舰长又怎么看呢？我当初这个川普出来竞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听完他讲之后，我是支持他的。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一定支持他。为什么？他的理念是这样子：我们美国是天选之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美国这么的好，财产也好，这个地形也好，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最优秀的人来也好。所以我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真的是不要管世界这么多事，你就只要做你自己，美国就会非常的富强。可是川普上来之后，你就看到他在做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财政这个失衡太厉害，所以他在做一个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关税，我征税；节流，你看他做了好多事啊，又删某些单位，又退群，就国际的好多退群，然后还要这个删减国防部的人。就是你当时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对，他都做的是对的，你知道吗？直到最近，你不是说全世界你不会涉入任何战争，你打伊朗干什么？打他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说要删国防部，他原来删国防部的，结果现在明年国防部加多少钱？你们知不知道？5000亿。他已经是原来全世界大概花这个国防经费最多的，还加5000亿，然后又支援这个以色列。我突然才发觉，你讲的，你原来有理想，他说的这些东西，他很年轻的时候说过，我有看过一个，我觉得说，他一直以来都这样，但是他到老了之后，当了总统之后，他才发觉权力太大了。我再跟你讲，川普把他这个2.0视成他经商这一辈子最容易赚钱的4年，他们整个家族都在这捞钱，所以他就突然就迷失了自己了。他所有当初说的要开源节流，我们要做 mega，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些东西，我真的告诉你，他忘了，他现在完全迷失在这个能够赚更多钱的这个目标里面，这是他目前在做的事情。那他将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他将来会很惨，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看透他了。